大家好，我是曼达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一个大家一定都超有兴趣的话题——高股息。我们会一起来看看，要怎么样可以打造出一个不只比传统高股息 ETF 更厉害，甚至还是免税的现金流哦。好的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张图。哇，这个数字是不是很吓人？你看哦，根据最新的统计，光是00878和0056这两档高股息 ETF 加起来就有超过300万的投资人了。所以说啊，以目前的你，很有可能就是这300万分之一，对吧？看上的就是那3个字：高股息。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疯高股息呢？说穿了，这背后其实有很强的心理因素。你想想看，每年都可以固定领到一笔钱进来，那种感觉就像每个月领薪水一样，让人觉得特别安心、特别踏实。尤其跟您扛那个才1%多的定存利息比起来，每年有5%的现金流进账，哇，听起来实在是太棒了。就是这种安全感，让很多人爱到不行。不过啊，投资的世界从来就不是只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就像这句话说的，我们不只要看风险跟报酬，还有一个常常被大家忘记的东西，叫做机会成本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把它拆开来，好好看一看，在我们开开心心追求稳定股息的背后，到底我们可能牺牲掉了什么？所以咯，这就带到我们今天最核心的一个问题：你选的到底是股息还是总报酬？很多投资人啊，就是因为太专注在领股息那个当下的爽感，结果在自己都没注意到的情况下，做出了一个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来，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。假设现在你面前有2个选项，选择1，你可以稳稳的拿到50万的股息现金；选择2，你可以拿到100万的总获利。你会选哪一个？是不是很有趣？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会下意识的选那个看起来比较实在的50万股息，就算总获利整整少了一半也一样。你看，这就是股息的魔力。所以各位，关键点就在这里了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总报酬。总报酬其实就是你股票上涨赚到的价差，也就是资本利得，再加上你领到的股息。股息它只是总报酬的一部分而已。如果我们只盯着股息看，那就像只看到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角，却忽略了水面下更巨大的整座冰山。好了，理论讲完了，我们来点实际的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位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挑战者，来跟我们传统的高股息王者0056来一场正面对决。这位挑战者就是一档杠杆型 ETF 元大台湾50正2，代号是00631L。我知道啊，这听起来有点大胆，甚至有点疯狂，但别急，我们先用数据来说话。哇，这张图的结果只能用震撼2个字来形容。我们回测从2014年底到2022年9月，这将近8年的时间。你看，0056包含股息的总报酬是 74.35%， 表现算不错了。但是你再看看50正2的总报酬是 385.64%，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？0056的报酬率连50正2的1/4都不到哎。我知道。看到这里，很多0056的粉丝心里一定在 OS： 喂，等一下，50正2是2倍杠杆呢，风险高那么多，拿来跟稳健的0056比，这根本就不公平吧？你说的完全没错，这个质疑非常非常合理。所以喽，为了让这场比赛绝对公平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做一件事，把2个选手的风险拉到同一个水平上。我们要来看看，在承担一模一样波动风险的情况下，到底谁的表现会比较好。在调整风险之前呢，我们先花个10秒钟，快速认识2个名词。第一个是标准差，简单来说，它就是看股价的脾气好不好，容不容易大起大落。标准差越大，就代表这档股票的涨跌越刺激，波动越大。第二个是贝塔值，这是在看一档股票跟大盘的关系有多铁。如果贝塔是1，代表大盘涨 1%， 它就跟着涨 1%。那像50正2这种开2倍杠杆的 ETF， 它的贝塔值就会一直维持在2左右，也就是跟大盘的联动是2倍。好的，懂了这2个概念之后，我们来看这张比较表。你看，不管是从标准差还是贝塔值来看，结论都非常一致。50正的风险指标大概都是0056的2倍左右。好，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调整方向。
既然50正2的风险大概是0506的2倍，那要怎么把风险降下来？很简单呐，我们不要 all in 就好了嘛。经过计算，我们发现只要拿出大概35%的资金去买50正2，剩下的65%呢就放着当现金。这样一个组合，它整体的波动风险就会跟100%投入0065非常非常接近了。你看，这样我们就把起跑线拉平了。接下来就是揭晓答案最刺激的时刻了。假设我们用1000万本金，在同样的回测期间，而且承担的风险也完全一样，100% all in 0056的策略，最后市值会变成1740万。那我们的35% 50正2加65%现金这个聪明组合呢，最终市值是1895万。结果很清楚了，就算在风险完全相同的情况下，专注总报酬的策略还是硬生生多赚了超过150万。好，数据很清楚了。那这时候呢，一定还有最后一个，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大哉问。就算它很会涨，可是50正2根本就不配息啊！我退休就是要靠稳定的现金流过生活，没有配息是要我怎么办？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核心痛点。答案很简单，谁说现金流一定要乖乖等别人配给你？我们可以自己创造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超级强大的概念，就叫做自创免税日配现金流。这个方法不只让你拿回现金流的主导权，还有一个你绝对意想不到的超大好处，那就是税务优势。听起来很复杂吗？一点也不，其实超简单的。我们用50-50配置法来举例。第一步，把一半的钱丢到50正2，另外一半就放着当现金。第二步，关键来了，你需要生活费的时候，就直接从你那一半的现金部位去领钱就好了。你可以每天2000，也可以每个月领5万，时间金额全部你说了算。第三步，定期，比方说每半年检查一下你的资产，如果股票涨多了，就卖掉一点点获利，把现金水位补回来，这就是再平衡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这个日配策略绩效到底怎么样？我们直接来看结果。同样用1000万本金回测8年，而且每年都从里面拿钱出来花。最后，传统的0056零股息策略，在你领走差不多400万的股息之后，市值剩下1190万。而我们的50正2日配策略，一样领走了将近400万的现金，最终市值竟然还有1806万，我的天哪！光是最后剩下的资产就整整差了超过600万，这就是总报酬的力量。而且最棒、最美妙的地方来了，因为你自己创造的这笔现金流是来自于卖掉部分股票的资本利得，而不是公司发给你的股利，所以在台湾目前的税制下，这笔钱是免税的，你完全不用被课股利所得税。更重要的是，也不用被扣那个让很多人都很头痛的2代健保补充保费，光是这一点就省超大了。好的，看到这里，希望你对于投资现金流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想法。这不只是一个策略的比较而已，更是一个投资观念上的大升级。我们必须要突破对股息的迷思，真正去掌握总报酬这个最核心的概念。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最重要的4个核心观念。第一，股息只是总报酬的一小部分，千万别忘了背后的机会成本。第二，高股息真的不等于高报酬。第三，在相同的风险水准之下，专注在总报酬的策略表现就是比较好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可以也应该为自己创造一个更灵活、更有税务优势的现金流。当然啦，这需要搭配合理的资产配置和长期持有的耐心。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你的退休现金流，你想要被动的乖乖的等待公司或 ETF 经理人来决定要配多少给你，还是你想要拿回主导权，由你自己来创造，自己来决定呢？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投资理财知识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宝贵知识与内容了。未完待续，我们下期见。